今天咱们讲一个发生在硅谷的一次改变命运的面试。加州 Sunnyvale 某家医院 ICU， 一场医学奇迹正在上演。一个被判定脑死亡整整72小时的老程序员，突然心电图跳动，嘴唇微张，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还没签协议。这不是电影，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隐喻。2024年春天，硅谷的一家医院的 ICU， 一个老程序员心脏骤停，医生判定脑死亡整整3天，家属已签字，仪器已准备拔管。直到护士走近他，准备为他盖上白布时，病人突然张开眼睛，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说：我还没签协议。一份什么协议？需要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来签。而更诡异的，在9年之后，一场全球直播的未来科技峰会上，一个男人走下飞行器，他看起来只有40岁，眼神亮得像藏着星辰大海。屏幕打出他的身份：新边疆伦理计划首席架构师山姆·陶。电视机前，他女婿当场石化，赶紧喊他的妻子：爸，活了，还变年轻了，快看电视。没错，这就是9年前那个脑死亡的老人。这9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签下的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死亡协议？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被誉为科技史上最伟大的死亡预言背后的秘密——硅谷明选。故事要从9年前那个普通的午后说起。山姆·陶，一个曾经在代码世界里呼风唤雨的顶尖程序员，早已退休10年。他住在加州一个安静的角落，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日常简单到只有3件事：照顾年迈的母亲，喂猫，修剪花园里的玫瑰。这是一个将自己的世界缩小到极致，等待生命终点的老人。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沙发上打盹儿，但就在眼睛闭上的那一瞬间，注意，不是做梦，而是像切换频道一样，他的客厅里凭空出现了2个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他们的表情被镜片的反光完全隐藏。其中一人用一种毫无感情波动的声音说：陶先生，民选议会召见您，请即刻通行。民选议会听着像什么劣质的科幻片。山姆当时身体很差，刚刚因为心脏问题从 ICU 回来，他一边咳嗽一边没好气地骂：你们是谁？我都快进火葬场的人了，还面试个鬼啊！他们2人微微一笑，语气依然平静：是的，先生，就是这个鬼。没有强迫，没有解释，但当山姆被请进那辆没有任何车牌的加长林肯时，他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心跳，那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共鸣，仿佛他身体里的每一段 DNA 都在回应一个来自遥远时空的古老召唤。这辆车没有在任何公路上行驶，穿过的街景也从未见过，最终驶入了一栋在现实世界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摩天大楼。这栋楼像是被数字迷雾笼罩的幽灵建筑。欢迎来到民选议会。会议室里没有灯，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上一个缓慢转动的全息宇宙陀螺，它的光芒流转，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在扫描每一个进入者的灵魂深度。长桌旁坐着的人，个个身份显赫，但又个个都是逝去的人。有一个是传闻中在南美丛林探险时失踪的亿万富翁，另一个是在月球殖民计划里被宣告意外牺牲的首席工程师。而坐在主位旁边的那个，留着标志性的胡子，穿着高领黑衣，面带微笑地对山姆点了点头。他看起来就像是死而复生的乔布斯。墙上投影着一行冰冷的字，像是在对山姆，也是在对未来宣判：明选，不选未来的职业，而选未来的命运。主席开口了，声音仿佛来自深渊：山姆，陶，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从你写下第一行改变世界的代码开始，到你为了照顾母亲，放弃巨额财富退隐山林，我们看到了你的才华，
更看到了你的内心。今天请你来，是给你一个选择，你愿意成为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伦理之矛，为人类文明设定最后的防火墙，还是成为历史中又一个悄无声息消失的无足轻重的 bug？ 这是一个灵魂的十字审判，但接受审判的不止山姆一个，他身旁还站着一个20岁出头的少年，名叫李德章。他全程站得笔直，像一名军人，神情肃穆，像一名祭司。他展示的 AI 伦理框架堪称完美，逻辑缜密到令人窒息，规则苛刻到近乎道德洁癖。他的理念是用最完美的逻辑，在 AI 诞生之初就彻底杜绝它犯错的可能。这很像我们人类追求的绝对正确。轮到山姆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没有长篇大论，他只在全息屏幕上画了一个简单的闭环系统图，然后用一种疲惫却充满智慧的语气说：我不同意他。理想的算法不怕犯错，怕的是没有人来修正错误。绝对的透明和严苛的规则是不够的，因为魔鬼总能找到漏洞。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笼子，而是一颗负责的心。系统需要自我修复的能力，更需要一个有心的守护者。他说完，只补充了一句关键的话：有心才重要。全场静默。3秒后，那位像乔布斯的身影站起身，对着山姆破例鼓了3下掌。主席缓缓宣布：陶先生，新边疆项目最高伦理审查长官的职位属于您。然而，就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山姆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民选议员都意外的决定。他低下了头，轻声说：我不能现在走，我的母亲还在洛杉矶，她的时间不多了，我每周都要开车去看她，陪她，我必须陪她走完最后一程。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一边是逆转世界，重塑未来的神圣使命，另一边是陪伴垂暮母亲的凡人孝道，你会怎么选？主席沉默了，他没有反驳，只是在全息桌面上调出了一份体检报告，山姆母亲的。报告下方有一行冰冷的预测数据，余生预计9年。然后主席看着山姆，说出了那句最富争议也最有人情味的话：我们等您。就在这时，旁边的天才少年李德章向前一步，庄重地开口：我愿意先接任这个职位，为期9年。9年后，您来时，我若还在，必定退位让贤；我若不在，您继续。这句话像一个承诺，更像一个谶语。山姆看着这个年轻人，眼中没有了刚才的锐利，只有温情。他走过去，拍了拍李德的肩膀，只说了句：你是个好孩子。面试结束了。第7天，一则新闻震惊了科技圈。天才程序员李德、张在一起离奇的自动驾驶测试车祸中当场身亡。但更诡异的是，他的尸体神秘失踪，至今没有找到。而同一天，山姆在 ICU 里醒来，说出了那句：我还没签协议。他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梦。他试图联系那个组织，那栋大楼，那群死而复生的人，但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仿佛被世界这个巨大的操作系统彻底清除。于是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信守承诺，回到了母亲身边。9年，整整9年，他像一个最普通的儿子，陪伴母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母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天，山姆没有哭，他平静地回到自己家，剃掉头发，洗了澡，换上一身早已准备好的崭新的西装，然后他躺到床上，像只是去睡个觉一样，闭上眼，轻声说了句：好了，该上班了。故事回到开头，9年后，全球直播中，那个叫山姆陶的男人不仅年轻了30岁，眼神也变了，变得锐利、深邃，充满了超越凡人的智慧和力量。他到底是谁？没人知道确切答案。有人说，他接受了民选议会的细胞级重构和记忆植入，是山姆陶的灵魂
与最尖端科技的结合体。也有人猜测，当年车祸失踪的李德章并没有死，而是他的意识被保存了下来。现在这个山姆其实是李德章化名复活。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一出现，就以雷霆手段平息了3场几乎要失控的全球性 AI 暴乱。他用一份无人能辩驳的协议，强行修改了联合国全球算法公约第6版。他还用一张禁止令冻结了全球最大社交网络利用算法操控用户情绪的权限。他成了 AI 时代的城隍，一个赏善罚恶的裁决者。但公众不知道的是，他上任后独自做的第一件事是来到李德章那块透明纪念碑前。也正是在这里，一个穿着红色机能夹克、眼神叛逆又警惕的少女拦住了他。她叫丽塔，是当年李德团队里一位核心工程师的女儿，而她的父亲也早已被列为失踪人口。所有人都敬畏你的新协议。丽塔的声音像小巷里的冷风。但你审判得了现在的 AI？ 审判得了那个杀死李德，让我父亲消失的 AI 吗？他塞给山姆一枚陈旧的刻着奇特徽标的芯片，它的核心代码不存在于任何服务器。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的路。说完，丽塔转身消失在霓虹灯影中，留下山姆独自面对这个比民选议会本身更深的谜团。每次他做出重大决定时，都有一个传闻，全球所有超级计算中心的核心服务器电源灯都会在那一瞬间自动闪烁一下，发出一道幽蓝色的光。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是不是更有深意？李德章，他追求极致的善，一个没有错误的 AI 世界，这算不算有心为善？而山姆，他知道算法一定会犯错，但他强调要有心去修正，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善？最终被选中的是山姆延迟了9年的孝心，而顶替他9年的李德章却以一种悲壮的方式消失了。这个结局到底是在奖赏谁，又是在惩罚谁？屏幕里那个亦真亦幻的山姆桃，他的身体里究竟是山姆有心的灵魂，还是李德至善的逻辑，或者是我们人类通往未来所必须付出的二者合一的代价？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每一个你去思考。在 AI 即将定义我们命运的时代，谁有资格来当我们的民选官呢？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